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向全球贸易开放衍生品市场。南华早报，中国周一启动了掉期互联互通计划，向全球投资者开放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使他们能购对持有的3.2万亿元人民币、4600亿美元中国债券的人民币利率风险。它遵循过去9年来在股票、债券、ETF 和财富管理中推出的葛重连接计划。在推出后的几分钟内，交易员完成了37笔交易，价值18亿元人民币。香港的3家发钞银行是参与掉期通北向交易的贷款人之一。掉期通的每日交易额度最初设定为人民币200亿元。该投资组合提供具有动力的战略。加拿大环球邮报，投资者应该根据具有成功记录的策略选择一篮子股票，而不是专注于一只热门股票。StingyInvestor.com 创始人 Norman Rothery 表示，在加拿大，简单动量投资组合的平均年回报率在 17.6% 至 18.4% 之间，表现明显优于广泛的股票指数。然而，只投资一只热门股票会让投资者容易受到损失。文章建议，包括表现最好的10家、20家或30家的投资组合，可用于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来降低风险和增加回报。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投资组合需要频繁更改，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风险。亚洲股市为中国数据做好准备。路透社，在中国政策利率决定之前，亚洲股市不稳定，投资者也密切关注美联储官员。在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6个月低点，长期通胀预期升至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上涨。新兴市场的这种逆转给投资者带来了焦虑。土耳其的第2轮总统选举也加剧了焦虑，使里拉对美元的价值降低。伦敦经纪商准备在股市萎靡不振之际进行重组。金融时报，英国经纪商和利基投资银行可能面临进一步整合，因为停滞不前的伦敦股市挤压了一个依赖上市和收购的行业。缺乏上市和活动疲软给该行业带来了压力，而持续的国际贸易战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这些条件导致了德意志银行最近收购 Numis 等交易。对股票市场近期前景的怀疑和 IPO 数量低，也使包括 Singer Capital Markets 和 WH Ireland 在内的主要参与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演算法支撑市场，因为烦躁的人坐在不确定性之外。金融时报，演算法驱动的对冲基金正在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购买美国股票。分析量化或系统性基金一直在投资美国股市，以应对波动性下降。今年，系统性重新分配确实是企业回购之外的主要需求来源。野村证券 Nomura 股票衍生品策略师查理·麦克埃利戈特 Charlie McElligott 表示，尽管量化基金不能幸免于金融动荡，但他们行动迅速，不带感情色彩，并不担心经济不确定性或银行体系健康情况。总体而言，许多对冲基金一直在避开股票市场，使量化基金成为为数不多的需求来源之一。中国可能是下一个发生金融危机之国。英国每日电讯，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林黛佑博士写了一本新书《大崩盘》，强调金融灾难的必然性不能滋生宿命论。曾任 BBC 和彭博社记者的佑指出，在战争和全球流行病之后，金融危机是可能困扰全球经济的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但强调危机各不相同。比较自1929年以来的每一次崩溃，表明政策反应在确保糟糕情况不会变得更糟方面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个3步框架，旨在确定何时酝酿财务问题。他认为中国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允许不断增加的债务筑长房地产泡沫，有可能拖累银行体系。岳还提出了一些接近危机等级的东西。虽然银行危机几乎总是一场灾难，但货币危机并不那么令人生畏。虽然股市崩盘往往会刺痛人，但它的破坏性通常远低于银行危机。随着通胀降温，美国零售销售会反弹吗？金融时报，随着通胀消退，将于本周公布的美国4月份零售销售将提供对消费者信心的洞察。经济学家预计，在经历了2个月下降之后，人口普查局报告4月份整体零售额将比上月增长 0.7%。瑞士信贷研究人员怀疑，汽车和燃料支出的增加将导致扩张。
零售销售前景喜忧参半，因为分析师预测潜在的经济衰退以及金融状况收紧和通胀放缓，这可能会减少支出。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增长下滑后于5月延长现金支援。彭博社，中国央行连续第6个月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流动性，以在复苏势头减弱的情况下提振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 PBOC 提供了1250亿元人民币180亿美元的中期贷款便利 MLF， 比5月份到期的金额多出250亿元人民币。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加大货币支援力度，因为多项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然而，新加坡华侨银行 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 利率策略师 Francis Chang 警告称，净流动性注入规模较小，并不重要。香港股市因中国央行注入更多流动性而波动。南华早报，周二上午，中国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促进经济增长后，香港股市基本保持不变。当地时间上午10点13分，恒生指数上涨 0.2% 至 19,658.09 点，科技指数保持稳定，上证综指下跌 0.1%。包括腾讯控股和美团在内的公司上涨，而 JD.com 下跌。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 0.5%， 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 0.3%， 澳大利亚标准普尔 ASX 200指数下跌 0.2%。投资者关注人工智慧初创企业利用技术为大众市场提供解决方案。南华早报，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在各行各业的采用，香港和大湾区的人工智慧初创企业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去年 ChatGPT 3的推出，提高了人们对人工智慧应用及其对日常生活影响的认识。市场观察人士正在观察人工智慧相关业务的巨大潜力，并评论他们如何投资和与大湾区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初创企业合作。尽管一些投资者在经济动荡、利率上升和与大流行相关的经济衰退担忧中谨慎行事，但对有前途的初创企业的投资仍在进行。美联储可能不会很快降息，为石墨这对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CNN， 美联储不太可能在7月降息，尽管在5月最近一次升息后，其激进的加息周期有所缓解。尽管许多人预计最快在7月降息，但利率似乎有望维持数月。专家指出，预测经济过热和通膨压力可能使政策转变为时过早。相反，评论人士表示，暂停加息对股市来说可能比任何降息都好。马克龙在凡尔赛峰会上投资创纪录130亿欧元。路透社，法国将获得自2018年以来最高的外国投资承诺价值，因为28家公司准备在该国扩张，总共创造8000个就业机会。创纪录的金额为130亿欧元，140亿美元，是在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凡尔赛举行的年度选择法国峰会之前承诺的。投资的公司包括一家 IKEA， 到2026年将花费9.06亿欧元；辉瑞 （Pfizer） 已拨款5亿欧元，在同一时期在法国扩张。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正在巴黎创造200个新的银行业工作岗位。最大的投资是来自台湾汽车电池制造商的52亿欧元。希腊最大的转变从垃圾级到投资级。金融时报，根据分析师标准普尔的数据，希腊正处于重新获得投资级评级的边缘。全面升级将使该国处于3B 负，被认为是评级机构的最低投资级评级。最近乐观的前景从稳定转变。人们普遍预计，政府将在5月21日大选后达到关键的改革标准，并保持政治稳定，最终在未来进行升级。痛苦的紧缩措施使希腊的相对贫困水准在欧盟处于峰值，但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产生了稳定，抵消了之前的经济危机。投资者已经注意到，外国直接投资在2021年增长了 50%。约翰和吉尔在多伦多每月只需支付1400美元的租金。他们应该买房还是继续储蓄？多伦多星报，多伦多的一对年轻夫妇面临住一个棘手的财务决定，是继续从他们的低成本租金中受益，还是买房。这对夫妇年收入12万5千美元，由于租金低廉，他们能够省钱，他们还有一个备用卧室来照顾他们未出生的孩子。Objective Financial Partners 的董事总经理 Jason Heath 建议这对夫妇继续储蓄，继续保持目前的租金。希斯建议，他们居住的房屋不应被视为投资，而出租物业则不同，
投资者可以期望获得净租金收入的回报。黄金主题股票将在金属的光明前景中保持出色的表现。南华早报，由于金价上涨，中国股市受到追捧，包括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在内的券商建议黄金生产商中金和珠宝零售商老凤祥和周大成珠宝对金条的需求增加。今年现货金涨至每盎司2050.28美元，仅略低于2020年8月6日创下的2063.54美元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19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在2019年第一季度激增176%，达到228吨。中国开辟新渠道，进入3万亿美元掉期市场。彭博社，投资者将能够在周一开始的新在岸利率掉期计划中获得有助于对冲中国债券市场敞口的衍生品。掉期互联互通计划使投资者能够通过其关键的货币市场利率压住中国的货币政策。该计划还有助于北京推动向更多全球投资者开放。预计该计划将对外国对离岸利率掉期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离岸利率掉期的买卖价差高于在岸利率掉期。中国为掉期互联互通下的净交易设定了200亿元人民币、29亿美元的每日限额。股东拒绝加拿大能源巨头的气候提案，但势头增强。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能源公司帝国石油 Imperial Oil、恩布里奇 Enbridge 和桑科能源 Suncor Energy 的股东拒绝了活动人士提出的有关气候问题的提案。尽管如此，他们背后的人表示，他们感到鼓舞的是，这些动议获得了比预期更多的支持，高达 24.4% 的人投票赞成其中一项提案。股东也越来越多地敦促公司披露与气候相关的资讯。由机构投资者组织气候行动100家标记的近20几个主要投票问题，在3家公司中提出。BCI 养老基金经理向帝国石油公司董事会提出了到2050年关闭所有化石燃料资产的审计请求。澳大利亚贵族休闲公司将以10亿美元收购软体公司 Neo Games。路透社，澳大利亚赌博机公司 Aristocrat Leisure 已同意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Neo Games， 这是一家未受监管的 iLottery 行业提供内容和技术解决方案的供应商。